2025年这个小学关门了，吴中路小学，徐汇内环内的一个小学，旁边就是宜山路地铁站，这么好的地段，小学居然关门了。好不容易买的学区房，最后学校却搬走了，这太奇葩了。9月1号就要开学了，临时接到通知，学校要关停。我们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绝后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现在却要面临断子绝孙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每年的9月1号是中国大陆的大学、中学与小学的秋季开学日，但今年的开学的当天，等待家长与学生的不是欢声笑语的学校，而是多地小学因为生源少而被迫合并关停的消息。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一线大都市上海，一位家长说出了上海学校现状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上学第一天，儿子的学校班级里就多了新同学，然后学校里面又多了新班级，据说是附近的一所小学被撤并了，原来的班级并入我儿子现在的小学。现在上海市区的很多小学都在怎么说萎缩，都在撤并，人口外流啊。现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很多地方真的是孩子越来越少，挺担忧的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由于出生率太低，所以上海市区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少。上海今年超80所学校关掉了。其实去年呢，上海的关停学校就超过60所，但今年上半年又新增一批关停学校，超80所。幼儿园是主要关停学校，占75%，民办呢是重灾区。关停的原因主要就是学生少了。上海幼儿园的入学人数差不多6年时间少了37.4%，还有原因就是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高，据说上海已经达93%了。那么民办幼儿园就更开不下去了呀。该博主表示呢，从目前上海的出生率来看，学校关停潮还要继续。上海幼儿园的关停潮终于还是蔓延到了小学。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目前为止，从幼儿园到小学，上海11区60所学校关停了。和去年不同今年更多的是招不到学生了。不仅是民办学校，连公办学校，像通河新村小学、通河新村第二小学、宝山区水产路小学等知名小学也举步维艰。黄埔小学、淮海中路今年招生只招到了1个班，学生仅17人。浦东新区某小学全校5个年级仅30名学生，还要多所中小学不是合并就是停办。2025年的秋季新学期，有100年历史的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1年级只招收了22个学生，分别为5个班级，但却配有23个老师。偌大学校除了1个校长，22个老师和22名学生形成了1对1的教学，引发网络热议。这原本看似笑话的一幕，就发生在现实中的一线城市上海。但家长们还没有从这堪称魔幻的一幕中缓过劲儿来，又接到一个晴天霹雳，学校关门了。昨天通知我们开学，现在就关了。这2天抖音热度，然后突然间这学校就关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发文还说这个要为每一个学生，最后一个学生他也要坚守的。最后然后通知我们8点了，学校8点了。9月1号当天，得知学校开学即关闭，很多家长顶着烈日守在学校门口不肯离去。说来呢也是心酸，他们是为了孩子上学才特意买的学区房，结果学校关闭了，高昂的房贷还没有还完呢。据悉呢，学校已经把这22名学生安排到4公里外的金桥小学，但那里和学生们住的金浦小区并没有直达公交车。学生的爷爷奶奶不知道怎么接送孩子，家长们也是很焦虑，想讨个说法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。该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密切关注。太震惊了！刚刚刷到个消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三桥小学，它居然关掉了。那个学校离我家只有5.2公里，你敢信吗？这个学校它可是在那个上海的中环内啊！我一直以为就是像这样关停的学校只会发生在外环或者更远的地方，没想到它就在眼皮底下，这么实实在在发生了呀！10年前的是什么样？那会儿多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学吧，就愁得睡不着觉。
买学区房，挤破头就想为娃抢个那个学位。该男子表示，现在风向好像彻底转变过来了，生源少了，这所学校撑不下去了。现在上海不但小学出现了关停潮，连幼儿园也开始关门大吉了。上海生育率为 0.73%。2024年，中国减少的幼儿园大概为2万所，在园儿童也减少了500万人，而普惠性的幼儿园也减少了1万多所。现在学校关停潮已经席卷全国，这是山东省潍坊市的情况。2025年潍坊市区有5所学校停止招生他们分别是和平路小学、北门大街小学、月河路小学、向阳路小学、西园小学。今年开学季，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金阳小学也关门了，这直接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出门在东莞打工的民众上百名子女面临上学难的问题。因为当地的公立学校需要当地居住户口才能够让孩子来入学，而且呢，入学的名额已经都满了，私立学校学费又太贵，动不动就要上万块，这让打工族群难以负担，家长们几乎是集体崩溃。有人精准评价说，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工厂、工地和服务行业挥洒汗水，却连自己的孩子最基本的教育都无法保障，真的是太难了。2023年，中国小学关停数量就超过了5600所，幼儿园关停了 1.48 万所。2024年，福建泉州和江西万年县等地呢也注销了22所小学，而且像山西朔州和浙江台州等地的民办学校也开始批量停办。在这10年间呢，东北3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累计关闭了超过了6000所小学。而且呢，不光是城市学校大量关门，就连农村的学校也出现了倒闭潮。2025年的9月1号是中国大陆学校开学的日子，却传来了一个消息，即农村乡镇关闭了14万所左右的学校。有网友感叹了，农村为了上学就要租房或买房。那么也有人发出了质疑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城市里学校挤不下学生，而乡村小学却荒废了。四川省江油市新兴小学在2025年秋季关停了。这所学校在高峰时期曾经有几百名学生。有知情网友表示呢，随着人们都在往市里省里走，人口又降低，小县城学校人也慢慢变少了。也有人说呢，这么漂亮，可惜了呀。农村小学关停的原因有很多，最主要的是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生源变少了。这是农村小学的现状。偌大教室只有寥寥的几个学生，和从前的一个班40-50个学生，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而且透出了一股子悲凉，即中国人口严重减少了。视频字幕写着3胎开放了，乡村学校却面临倒闭了。曾经也是上千人的学校呀，现在一个班里就6个人，这让很多80后、90后看了不胜唏嘘。因为大家记忆中的学校是最热闹的地方，现在却变得是如此的冷清。跟我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有什么样的学校会突然撤销班级。这是我们以前的学校，你看，这一排上也有老师，也有同学，这家练，我觉得第一排最后一点。它资源整合，它要把我们的6年级撤并。就是说分流分到2个点，一个是中小学点，还有一个是3年点。该校长在这场提前召开的家长会中表示，上级教育部门要求他们学校6年级一定要分流出去，学校只能剩下2、3、4、5年级，而且学生呢也要去别的学校，家长可以带孩子去中心小学，或者是需要住宿的寨面小学。校长还直白地说，学生去到别的学校以后，1年级学生由1年级的老师们专门教，2年级的学生由2年级的老师来专门教。言外之意呢，就是现在村里的小学师资力量不够。那比起校长的一番长篇大论，这个小男孩言简意赅地说出了背后的原因。我们学校人数太少了，我们只能转学了。
学校关了，或许听起来只是一句话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对于家庭条件较好的家长们来说呢，还能给孩子换其他的学校来就读，但对于那些辛苦打工的底层民众来说，这就是他们面前的一道坎儿。2025年9月2号，广东省湛江市连江市清平镇黄竹江小学因为学校撤并，导致上百个家庭面临孩子无学可上的窘境。家长们只能是集体带孩子到连江市教育局上访，寻求解决的方案。大量学校关停，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老师将面临失业。未来几年，95%的老师即将失业。这不是龙哥说的，这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说的。再来看看教育部的报告，近1年关停了2万多所的幼儿园，近2年在园的学生人数减少超1000万人。中国大陆大量学校关闭将导致老师大量失业，而背后的原因则是绕不开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。化名王琦的大陆教育界人士告诉海外的中文媒体，现在学生少的学校都合并了，主要是因为中国出生人口连年下降，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了，生的没有死的多，就连战争年代也没这样。咱们国内的供养率是1比1，一个人就养活自己，不是爹妈的就很厉害了。现在80%人口都这样，结不了婚，结婚也生不了孩子，养不活，那咋生？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，而是在中共治下，在全民向前看的时代，恶性变化，让他们对现实无法适从。我今年30了，96年的，7岁呢也30岁了，依旧呢孑然一身，没学历没技术，甚至呢连头发都快没了。抗日战争时期呢，我爷爷成功的躲过了小鬼子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，我爷爷没花1分钱就和我奶奶结婚了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我爸娶了我妈，也没有什么彩礼，反而呢还给我家带来了很多嫁妆。时至今日啊，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，而我却要面临断子绝孙了。年轻人拒绝结婚，直接导致出生人口连年下降。2025年1月17号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人口数据如下：年末全国人口为14万828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了139万人。今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6.77%。2024年死亡人数为1093万人。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连续3年下降。预测2025年出生人口可能从2024年的954万降为730到780万人。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这几年有大量的学校与幼儿园关门了。即使是上学的孩子们，也同样面临着痛苦的现实。安徽合肥初2的女生在凌晨3点钟才完成作业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你在干嘛？我的一整样写完了，我作业写完了，我作业写完了。即使考上大学，依然面临着尴尬的处境。视频字幕显示，中国某大学学费是15800元，孩子喝水还要缴费充钱。有人讽刺道：“问问学校上厕所需要收费吗？”哎呀，妈给气的！哎呀，妈给！这是广西贵港学生的宿舍，竟然要住300多名学生。在青春期的孩子们挤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，该让家长们有多心疼。而中共宁愿把大笔的钱援助“一带一路”和外国留学生，也不愿意改善学生的教育和生活环境。吵什么吵啊！别吵了，本来就是学习嘛，打着你们啦！可是这个寝室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大声音啊？能不能小点声啊？那你就不让打游戏啊？你们两个别吵了，你们3个都在这吵什么啊？你们吵什么呢？吵哎！可是学习的人就怎么了吗？为什么我就要去管我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可不可以给寝室营造一个安心的氛围？而为了孩子辛苦筹学费的家长们，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艰辛。是啊，凌晨2点半，街上的路灯都快睡了。我在等去重庆的车，我厚着脸皮，哪怕变成仇人，我也要把一个朋友在我这里借了几万块钱，拿回来交女儿的大学学费。这1万的学费曾经在我眼里连顿饭钱都不够，如今却像座山，
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风光光如今连个容身的地方都费劲。父爱如山，让人动容，但在中共治下，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。同样是父母含辛茹苦供养出来的博士生，却在找工作上犯了难，因为他在公司筛选简历时，因为年龄而被无情的筛出去了。我真的很想问，到底是谁在说985名校毕业的学生就一定很好找工作？我现在是一名30岁的博士应届毕业生，当我花了4年半的时间，终于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之后，我陷入了一个非常魔幻的找工作的过程里。首先呢，就是我在本硕期间还可以进去的公司，我现在已经完全进不去了。这就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尴尬的处境，即年轻的父母们拼尽了全力，想让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得到优越的教育，结果因为出生率下降，大量幼儿园、优质小学纷纷关闭，学校倒闭潮从市区蔓延到农村，而学生在辛苦了12年，终于熬到大学以后，却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、恶劣大学生活环境。即使这样，家长们还在当前的经济寒冬下，为子女教育经费而拼尽了全力。而当孩子大学毕业，甚至是硕士、博士毕业以后，却面临着更加魔幻的现实。学历已经是不值钱了，此时耗尽大半生的家长们该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更残酷和扎心的是，和自己孩子同龄的杨兰兰们却隐匿在海外，他们住豪宅，在国外大学读书，毕业后即使是不工作，依然可以享有优越的生活。这魔幻的一幕幕就在活生生的在上演着，这让人不由得想，中国什么时候倒台了，我们中国人才能够真正过上正常人的日子，让自己孩子能公平享受到优质的教育，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，做一个人格健全的公民。这是中共的红三代、官三代们在挥霍着中国百姓的血汗钱时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孤单的背影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